如果我告诉你，台海如果有一天真的出事，第一个受到冲击的不是军队，不是政府，而是你的手机，你信吗？不是导弹打过来，不是飞机飞过来，而是你某天早上醒来，发现 LINE 发不出去， Google 开不了，银行 APP 一直在转圈。你打开窗，外面的街道看起来一切正常，咖啡馆还开着，711还有人结账，路上摩托车像往常一样在穿梭，但你就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某种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想到了古人描述一种最难察觉的危机时最常用的一组意象：鱼进了网，网破了，鱼受惊。水里的变化，早晨和傍晚都看不清。这不是战争的语言，这是封锁的语言。我是 Nobi 酱，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推背图系列。上一期我们看的是推背图的大框架，很多朋友留言说那期看完之后背脊发凉，对照的太真实了。这一期我想把镜头拉近，专门聚焦在一个字：水。因为如果你认真去读推背图的后半段，会发现它对台海地区的描述大量使用了水的意象，不是洪水，不是江河决堤，而是水面之下正在发生的看不见的变化。我觉得这恰好是理解今天台海局势最准确的一把钥匙。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推背图是唐朝贞观年间由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的一部预言书，一共60项，从大唐开国开始，据说一路预言到人类文明的某个终点。历代统治者对他又怕又爱，怕是因为他有时候说得太准，爱是因为他的语言足够模糊，可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清朝几次明令禁止民间收藏，越禁越传，到今天已经有无数个版本在流通。历史学者对他的评价一直是两极的，信的人说安史之乱、武则天称帝、黄巢之乱、推背图都有引，不信的人说语言太模糊，什么都可以往里套。但我个人是这样理解它的，推背图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能不能精确预言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它的价值是它提供了一种历史运动的节律。就像你不能用月历预测明天几点下雨，但你可以用它知道台湾4月是雨季的开始，10月之后就干燥了。月历给你的是节律，推背图说的也是节律。那今天我们处在他描述的哪一段节律里面？我没有办法指着某一项跟你说，这一项就是台湾2026年的预言。推背图的项数与历史事件的对应，历来就有很多争议。我不想用一个有争议的对号入座来撑起这期视频的论点。但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推背图后半段不断出现一个核心意象：水。不是江河，不是洪水，而是封闭的水域，水面之下的变动，以及困在水里的鱼。古人用来描述这种局面，有一个几千年来中国文化里反复出现的意象：鱼进了网。这张网不是物理上的铁丝围栏，也不是轰炸机编队，它是一套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向同时绷紧的结构性围困。你现在想着这个画面，脑子里浮现的是什么？是台湾吗？让我来做一个对照。先说一个你可能听说过，但可能没有深想过的事。2023年，台湾马祖地区的2条海底光缆在短短的几周之内相继被切断，2条接连断掉。主管机关说，有一条是被渔船锚具意外扯断，另一条的原因不明。我不想在这里猜测是谁干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想让你想的是，那之后发生了什么？马祖的2万多名居民，网络基本上断掉了，要修最快也要几个月，因为修海底光缆需要专业船只，全台湾没几艘，仍要排队。但我每次想到这件事，就会有一个问题浮上来：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马祖，而是发生在台湾本岛呢？台湾目前跟国际世界连接的海底光缆大约有14条左右，分布在各个海域方向，其中好几条关键路由经过台湾海峡附近的海域。一旦这些光缆不用全断，只要切断几条关键的，台湾的国际金融结算、跨国企业的云端服务、政府与盟友的对外通讯，都会在
几小时内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你的银行转账可能还是能做，因为有备援，但国际清算、跨境汇款、证券市场会乱。这就是我说的水中之变第一层的现实对照，不是炸弹，是剪刀，在水面以下安静地剪掉你的连线。第二层，台湾的能源进口有大约 95% 来自海运，石油、天然气、煤炭全部从海上来。台湾官方公布的战备储油量大约是90到120天左右，具体数字历来不完全透明。也就是说，如果台湾的主要海运通道被有效封锁，不需要一颗导弹落地，不需要一架战斗机升空，只要封锁个4到5个月，台湾就会面临极其严峻的能源危机。发电厂停了，工厂停了，然后是加油站的长龙，然后是物价。而解放军这几年的演习路线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如果你回头去看2016年、2019年的演习，那时候的模拟重点是登陆作战、打滩头、抢滩、控制岸边。但2022年裴洛西访台之后，那次演习，你去看解放军公布的演习区坐标，他划了6个演习区，刚好把台湾海峡的主要出入口都框起来了。那是一次联合封锁的彩排，点而不打，困而不攻。鱼还活着，但鱼已经在网里了。每次我想到这个意象，都觉得古人总结历史上那些看不见的围困时，想的就是这种局面。第三层是我觉得最近几年最值得关注的一块，但主流媒体讨论的不多，潜艇战。解放军的潜艇部队这10年扩张速度相当惊人，目前解放军潜艇的数量在全球各国海军里处于绝对前列，种类从柴电常规潜艇到核动力攻击潜艇到弹道导弹核潜艇都在持续增加。而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应对，越来越多部署的也是水下作战系统、水下无人潜航器、深海水听器阵列、水下情报感知网络大量投入。两方都在水面之下展开一场我们站在地面上几乎感知不到的博弈。我们站在台湾，抬头看天空，想着飞机会不会来，但真正的战场可能已经在我们脚下几百米深的海底悄悄地展开了。如果用古人的话来说，最担心的是困在水里的鱼，不知道外面天空正在发生什么。老实说，写到这里，我自己也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因为我不是军事专家，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解放军的作战计划是什么，美军的部署密度是多少，这些事情比我清楚的人多的是。我只是一个试图把1000年前的预言跟今天的现实拿来对照的人，而当这两样东西越对越像的时候，我心里升起的不是兴奋感，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但我不想在这里停下来，因为推背图有一个让我一直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它几乎从不写必然的绝望。你去看历朝历代，每一次他描述的大危机背后都有一个转折，有时候转折很微弱，只有1个字，甚至藏在字句的结构里，你要仔细看才会找到。我一直在想，鱼入渔网这个局面结局是什么？从逻辑上来说，进了网的鱼通常的下场是被捞起来，但仍有另一种可能，网破了。我第一次想到这个结局的时候愣了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网是因为什么而破的？是鱼太多一起涌进来把网的结构撑破了？是有人在外面把网割开了？还是网本身因为年久失修腐烂了？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网破意味着这张网，这套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向同时绷紧的结构，它最终是无法维持住的。这对台湾来说意味着什么？台湾这条鱼活了几十年，是在一张越来越密的网里活着。两岸的网，美中博弈的网，半导体供应链的网，国际社会承认与不承认之间那条模糊的细线。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在把我们当筹码，谁又只是想用我们换点别的什么。上个月川普的关税大棒刚刚砍了台湾一刀，全球抢着要台积电，但没有人真的打包票，危机来临时会出兵。这个网在各个方向同时拉扯着台湾，而且拉力越来越大。
推背图几乎所有描述大危机的象，最后都有一个出口。这是我读了很多遍之后最深的感受。网会破，也许台湾这条鱼能够在网破的那一刻找到水流，找到那个出口，游向更开阔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时刻什么时候会来。水中之变，旦夕难明，这是我自己用来形容当下这种局面最贴切的8个字。旦夕难明，不是旦夕必亡。我想在最后把一个问题留给你：如果真的有一天水中之变发生了，不是轰炸，而是安静的封锁，海底光缆断了，油价飞涨，手机信号断断续续， ATM 前面排了很长的队，那个时刻，什么是真正有用的东西？不是你的政治倾向，不是你支持哪一党，不是你对两岸关系有多深的见解，而是你跟你邻居的关系好不好？你知不知道你楼下那位独居的老先生，他一个人住，他儿子在外地。如果停电了3天，你家里有没有够吃几天的食物？如果网络中断，你知不知道你朋友家在哪里，可以步行过去？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小，很日常，甚至有点无聊，但我这几年读了很多历史上大动乱时期普通人留下的回忆录，第2次世界大战、冷战，各种封锁与围城，每一个从巨大历史震荡里活下来的人告诉我们的，往往不是什么大道理，是他认识了一个愿意分食物的邻居，是他那天多囤了1袋米，没有想到会用上，是他那一刻一个人坐在黑暗里，但他知道2条街外有一个朋友会记得他。老子在《道德经》里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放在这里最合适：万物并作，无以观复。观复不是胜利，不是终结，不是台湾赢了或者谁输了，是看着这一切循环往复，你依然在场，依然清醒。我觉得不管是推背图还是老子，这些在1000年前就试图理解历史规律的人，最终想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件事，不是让你恐惧，也不是让你盲目乐观，是让你清醒地活在自己的时代里。水中之变已经在发生了，但你是鱼还是龙，也许取决于你有没有在变化来临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好了。好，这期就到这里，我是 Nobi 酱，我们下期见。